原作版时隔2年的更新，世界再次迎来毁灭的危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本期我们接着来看《异卷超人》原作版的故事。上回说到，库森诺博士被袭击后，替杰诺斯留下了终极套装。究极加强后的杰诺斯踏上了复仇之路。与此同时，城市里也出现疑似是金属骑士操控的机器人大军的侵袭，众多英雄纷纷赶来支援，其中也包括奇遇。2束激光掠过，100米高的大厦瞬间化为粉末。这便是这群机器人的进攻手段。对城市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，因为那不是单个怪人，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机器人军团。因为敌人来袭太过突然，城市里的民众并没有及时撤离，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爆炸，有的以为是地震来了，有的以为是施工队的，有的以为是瓦斯爆炸，当然也有人知道是怪人来袭了，疑惑着为何没人报警，叫英雄们赶来支援呢？就在这时，离城市最近的 S 级英雄终于赶来了。没错，来人正是究极加强后的杰诺斯。因为和奇遇在山头上看见了这一幕，立马便赶来了现场，一个冲刺便在后方掀起了恐怖的爆炸，接着如龙卷风一般杀进了机器人堆里，所过之处是残躯乱飞。这些机器人根本就捕捉不到杰诺斯的身影，便一堆接一堆的变成报废的零件，消灭一堆又冒出一堆来。对于城市来说是毁灭性的机器人，在如今的杰诺斯眼里就是一堆破铜烂铁，随意拿捏。机器人全都被淹没在爆炸里，杰诺斯头也不回的就准备前往下一个支援点。然而就在此刻，他突然察觉到烟尘后边有能量反应，想也没想就一拳抡了过去。真强啊，杰诺斯！看来库森诺最后的改造很成功呢。虽然这一拳被奇遇轻松躲开，但能得到奇遇老师的认可，杰诺斯的确便讲得太多。奇遇老师，我们分头行动吧。老师去镇上消灭敌人，我去金属骑士的研究所。奇遇沉默片刻，见杰诺斯那执意要亲自复仇的神态，他没再说什么，转身离开。知道了，你要小心点哦。待奇遇走后，杰诺斯再也控制不住那愤怒的心，眼里闪烁着电光，轰的一声便朝城市外飞去。飞到半路上，一栋大楼顶上的一只怪人特别显眼，从手里捏着大卡车就能看出体型有多大。杰诺斯见这火气更大了，不仅是机器人，连怪人都出现了。果然有很多怪人是被金属骑士动过手脚的生物兵器，真是不可饶恕。话一落下，那只怪人已经被切成了好几块，身体还没分割落地前，杰诺斯已经化作一道流光，很快便飞离了城市。而此刻，城市里的 A 级英雄们已经对上了那些机器人。A 级老熟人，排名第19位的闪电 Max， 冲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铁疙瘩使出的最强招式闪电13段踢，结果就跟放了断鞭炮似的，根本就没有伤害。要知道他这招可是能轻松踢断电线杆的，这货竟然连凹痕都没有。不过好在这变态机器人只有一只，那就由他来先拖延时间，等其他英雄来支援吧。如此想着，他便撒丫子往城里跑去。然而刚过了2条街，就见到一大堆逃难的市民。往人群后头望去，他瞬间傻眼了。只见成千上百的恐怖机器人正浩浩荡荡地碾压而来，市民们跟疯了似的往城外跑去，没来得及的人都倒在了血泊里。闪电 Max 望着乌泱一片的恐怖场景，虽然英雄的本能令他摆着战斗姿态，但一时间根本就不知道这仗该怎么打。没等他做出反应，激光炮便在脚下炸开，仅仅一击就废掉了他的双腿。紧跟而来的是残酷的现实，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难以接受事实的他还以为是在做梦呢。然而烟尘过后，挡在他身前的人将他拉回了现实，正是正义的化身无证骑士。闪电 Max 当然也认识，但印象里无证骑士不是 C 级的吗？竟然能挡住这机器人的炮轰。对此无证骑士的回应是，他已经不是无证骑士了，而是Neo无证骑。在没完没了的炮轰中，无证抱着 Max 冲出了包围圈，一边说着先撤退，如今不是能一边保护你一边战斗的状况。零散不多的英雄们并没有阻止机器人部队的脚步。这时候 New Harrison 赶到了，领头的杀手 A 冲英雄们喊道：英雄协会的人都退到后边去吧，有点自知之明好吗？这种装备和武器就别在这拖我们的后腿了。英雄们一听都是不服气，这种敌人换谁来都不好对付吧。然而话音刚落，身后统一战斗服的 Neo 成员手里拿着炫酷的光剑，当着众英雄的面径直冲向了机器人。不得不说，这身装备确实牛，机器人坚固的铠甲被这光剑当豆腐切，拳头落下也能砸碎机器人脑袋，转眼间就形成了有力的防线。而此刻另一边，一收到消息，背心尊者立马就赶往了现场，一个背心猛扑就灭掉了一堆机器人。不久前在和森林王作战中受的伤已经全部恢复了，今早上还穿着的医疗背心效果还挺不错的。在他身后，背心小弟们也气势十足，嚷嚷着要给那群机器人见识下特训的成果。就在这时，背心尊者望见街头远处一堆人影向他们走来，他赶紧指挥着小弟们去帮忙引导群众撤离。然而话音刚落才看清，
那哪里是人影，根本就是一堆密密麻麻的机器人，冲他们举起了手。一轮恐怖的集火轰塌了整条街的建筑，烟尘散去后，背心尊者全身都冒着烟，竟然硬扛住了这轮轰炸。庆幸这身背心面料还挺结实的，不然就危险了。可回头一看，小弟们全躺了。就算如此，他也没有后退，冲着机器人喊叫着：“我才不会输给你们这些没有血肉的机器人！我是不会放你们过去的！”又是一轮轰炸炸在背心身上，他一边拼死抵抗着，一边感受着背心的不断磨损。再这么下去，他就要撑不住了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轰炸声突然停了下来。能瞬间处理这种级别的场面，想来应该是金属骑士或者是龙卷吧？难道说是超合金黑光吗？但他都猜错了，来人只是尼欧的一支精英小队，手里都拿着长矛，隶属于领袖阿克塞尔的猎人自卫队。身后传来阿克塞尔的声音：“这里就交给我们了，多谢支援，还要拜托你们照顾下我背后的伤员们，那样我就能集中精力进攻了。真是迟钝，拜托你带上你的伤员避难去，在这待着很碍事呢。”此话一出，背心尊者愣住了，还是头一次有人让他去避难呢。很快，有人认出了阿克塞尔，喊叫着：“多亏了 S 英雄拖延了时间 ，New Heroes 的领袖带着人来支援了。”两人没时间在这争论，阿克塞尔从天台一跃而下，嗖的一声便来到背心尊者眼前。没时间跟你在这争论，至少干你能干的，但还是劝你丢下那不值钱的尊严吧，接受现实，你已经不是主战力了。说罢，便带着手下们冲向了机器人。话说的很难听，但事实也显而易见。在作战服的加持下，阿克塞尔手起刀落，在机器人堆里杀疯了。手持2柄标志性的斧头，配合脚下特制的喷气滑轮，速度快到产生了残影。所过之处的机器人都被砍成了碎块。战斗力拉满的情况下，作战风格还这么炫酷，难怪民间人气不断飙升。手底下的小弟们进攻性也不差，让英雄们头疼的机器人在他们手里跟纸糊的一样。这便是他阿克塞尔会加入 New Heroes 的原因。从远古时代人类开始狩猎时，用的正是斧头和长枪。为了今后的生存，人类不得不学习新的狩猎方式。Neo 提供了相应的技术，让狩猎者变得越来越多。而他们猎人自卫队将会一直战斗在最前线，直到人类能掌控未来。在通往全新世界的道路上，他阿克塞尔不允许任何人阻碍他们。与此同时，一架直升机载着Neo另一支队伍赶到了事故现场，正是雷电带领的雷电班。看着身后等待跳伞的队员们，雷电直言道：“他不需要降落伞，会直接跳下去，并告诉他们，这次战况特殊，只需要在后面保护好市民就行了，前线的战斗将会由他们来完成。”队员们正疑惑着老大口中的他们是谁，就见雷电径直跳了下去。身穿战斗服的雷电下落速度极快，凭借着移动大楼墙壁来减速，轰的一声落在地面上。抬头望去，原来他叫的人已经先一步倒了。没错，眼前这些大块头和雷电竖着一样发型的，正是他叫来的超相扑力士们。一听说是横纲的请求，他们全都赶来帮忙，甚至还穿上了雷电交给他们的战斗服。蹦跶了几下，发现竟然能让他们这种体格也能身轻如燕，这战斗服也太厉害了。很快，在雷电的带领下，他们一字排开，形成了一道严密的防线，就等着那群敌人过来了。伴随着一阵阵的炮轰声，接着传来了沉重的脚步，正是那群机器人兵团。整齐排列的军团和雷电小队的单薄防线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只见雷电高高抬起的脚，砰的一声踩在地上，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的相扑开场动作，就引起整个地面的震动，令机器人们歪歪扭扭的站不稳。刚想抬起手射出手炮，前排的机器人瞬间碎裂，接着被巨力撕成了碎片。这一击轰出无数掌风的招式，名为肩班巨重炮。同一时间，在城市另一头赶来支援的是偶像英雄维比加莎。身后Neo的摄像师正举着机器告诉他直播已经开始了。维比加莎看着炮火中的城市，喃喃道：“小时候去玩过的公园被炸毁了，熟知的城市也变得面目全非。虽然他的确是为了博取人气而接受改造成为英雄，但并不希望这样的惨状真的出现在眼前。他庆幸如今有这份力量，会全力以赴为了和平而战。”话一落下，身后的摄像师都不禁称赞道：“开场白真棒。”但维比加莎却表示，这才不是什么演技。既然摄像也穿着那身战斗服，丢下摄像机一起战斗不是更好吗？说罢，他冲着城市下方扬起了手，只见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雪球从他指尖冒出，飘向了城市。再配合他华丽的舞姿，此招名为维比能量雪。雪花很快散布在城市里，锁定在机器人身上，就像小型炸弹一样，给机器人炸开了花。身影未至，机器人便全都倒下了。但他知道敌人的数量还远远不止如此。接着他怒吼一声，停止摄影。一对绚丽的蝴蝶翅膀出现在其身后，一个俯冲便往城市中央飞去，速度极快，眨眼间就消失在摄像师眼里。被那摄像师吐槽道：“不会真的觉醒英雄心理了吧？这样不顾宣传，可是要算违约的呀！并且连冷却水和电池都没带上，那副身体可扛不了多久。”
维比加沙可不管这些，途径之路都在消灭敌人。这股心态的转变，是因为不久前佟丽曾告诉过他关于英雄协会那些人的事。那些真正的英雄不为金钱，而是以正义之名在为世界和平而战，那些才是身心无敌的英雄。为此，他维比加沙也要成为那样的英雄。一边说着，维比加沙火力全开，维比焦灼吐息，消灭了一堆机器人；维比妖精子弹秒杀了一只体型庞大的怪兽；维比泡沫炸弹将布满敌人的街道炸了个干净。随后，在一栋大楼顶上发现了避难的市民，一眼便认出了大明星。维比加沙暗悟道，他会把敌人全部干掉，尼欧的救援队马上就会来救大家的。他的目标是要成为甜心假面也没能当上的真正的英雄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目前一拳超人原作版的最新一期故事了，也就是最新话第144话。自2021年7月份原作版宣布停更后，2年后的万老师突然更新，并且1个月内连更3话，果然不愧是兴趣使然的漫画家。当然也有一定可能是村田老师重制版的进度快赶上来了，为了推动剧情，万老师也象征性的更新了几期。不过距离144话的更新也过去了1个多月，也不知道下一次更新是多久了，也许就这几天，也许是明年后年。总之一有更新消息，麒麟会立马制作，所以喜欢原作版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在麒麟主页还能找到一拳重制版的最新消息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见。